大小姐，医生说您的丈夫苏明进去都只剩下10个月了，到时候苏家肯定会以您没有孩子为由，让你的继妹带着私生子嫁进苏家。您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急什么？我生一个苏家的孩子，让他没有资格进苏家。苏少，到我了。我不跟女人讨。先打得过女人，再说吧。哟呵，还真难得看见苏少被人挑衅呢。我不会怜香惜玉的，一会儿输了，别哭。如果我输了，我的筹码和我的人，苏少随便选。如果我赢了，我要苏少陪我睡一觉。我听说姚道和苏少对局的好，苏少什么赌注都愿意。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等一下，如果你输了，我要你的舌头。好。Savage. Savage. 苏少，愿赌服输。今晚你是我的。说，接近我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因为垂涎苏二少的颜值。苏纪年，我当然是找你借一个能躲得过苏家亲缘鉴定的种。这样还给我装熟女啊！帮我找到昨天晚上台球厅那个。产妇急产，大家让一下路！我让你们找个女的，找了9个月都没找到，你们干什么值得？以后别吃大米了，改吃糠吧。小少爷，那晚酒店所有的监控都被抹了痕迹，明明是他要睡小少年您的，怎么睡完了又不肯见您呢？
为什么呢？我如果知道为什么的话，还需要你们找？难道说小少爷那天晚上没让他满意？少爷的行为不容置疑。那晚他应该很满意。产妇急产，大家让一下路！陈小姐，再加把劲儿，深呼吸，深呼吸，吸气。陈小姐，再加把劲儿，出来了！怎么死了娘？生了，7斤8两的大胖小子。又不是我的孩子，我开心什么？少爷这是也想当爸爸了，的确该找对象了。大少爷的私生子都5岁了。你们找不到那个女人，我跟谁谈？我可没谈那么随便。大小姐，你看这孩子和你长得多像啊！幸好当时和苏明进吃办了婚宴，约定着结婚，一切都排得紧。少爷，医院不能抽烟。老翟发消息了，苏明静快不行了。这段时间我回趟宿舍，再给你们1个月的时间，再找不到，都给我滚蛋！大小姐，苏家那边来电话说苏明静现在已经完全吃不进东西了，全靠营养液续命。咱们什么时候带小宝回去？等苏明静火化了，咱们带小宝去见苏家人。大小姐，如果苏明静提前立了遗嘱，该怎么办呀？他那种人只爱他自己，提前立遗嘱就相当于把命交给程雨柔了，他不会这么做的。苏明静，你算计我这么多年，我是时候要回来了。这是苏大少爷的葬礼，不允许外人吊唁。我是苏家大少夫人。你是谁？竟敢冒充大少夫人？我们大少夫人刚才带着孩子已经进去了。大少夫人带着孩子进去。姐，大少夫人，你回来了。程雨柔，你是大少夫人。你是大少夫人。青青，你怎么回来了？我不回来，怎么知道程雨柔在外冒用我苏家大少夫人的身份，耀武扬威呢？姐，小贝是明镜唯一的孩子，将来肯定是代表明镜这一方，这是毋庸置疑的。苏家已经承认我跟小贝了，这场葬礼也是我以妻子的名义为他操办的。接下来我会住进苏家，我劝你呀，还是赶紧滚出苏家，别等着我赶你。自古以来，还没见过哪个小妾把正室赶出门。红姨，你说是不是？青青啊，你和明镜结婚几年，一个孩子都没有，幸好雨柔给明镜留了个后，才能保住咱们程家和苏家的关系。你有什么资格在雨柔面前转你正室夫人的架子？你们俩当小三还真当出优越感，脸皮不是一般的厚。你别一口一个小三说的那么难听，
你别忘了，现在手握筹码的是雨柔。你弘毅说的对，要怪就怪你自己肚子不争气。现在苏家已经承认了雨柔跟小贝，你给我主动离苏家远点。程中，我不止一次说，野种不配光明正大的存在。你，程心虚，你凭什么打我？倩倩，妈妈不怕死，妈妈怕死了以后没人会护着你，最后能为你做的只有帮你保住和苏家的联谊。妈，你醒醒！妈，你醒醒！你醒醒！程雨柔，我告诉你，只要我活着一天，你就别想带着你儿子光明正大进苏家，你妈也别想转场。程清雪，你个不孝女！老程，苏家老爷子那么喜欢青青，曾经还公开说只认青青这一个儿媳妇儿。青青他不会这老爷子面前挑拨离间，不让雨柔进苏家吧？妈，他没有孩子，苏老爷子再支持再喜欢他都没用。明镜他妈不会答应，苏氏董事会更……雨柔说的对，我们雨柔进苏家那是铁板上钉钉的事儿。爸，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接我妈回家了。我今天就迎接你妈进程家老宅。哼，程清雪，你没资本跟我斗。大小姐，苏明镜已经下葬了，咱们带小宝去苏家。她一个女人还能像空气一样人间蒸发吗？怎么就是找不到呢？青青，你回来了。爸，爸，臭小子，出国几年没回来，还不过来见你大嫂？你是苏明镜的老婆？不知道。你为什么对你大嫂动手动脚的呀？青青，这个孩子是谁家的？爸，这是明镜刚查出生病时我怀上的孩子，刚生。你说什么？这是明镜的孩子啊？嗯，太好了，明镜留下了一个名正言顺的孩子。不可能！你消失了几个月，现在明镜死了，你突然抱回来一个野孩子，说是他的，你是来争财产的吗？哎呀，妈，不是的，这真的是明镜的孩子。程清旭，我警告你，你别和我耍花样！明镜的东西全都是我唯一的孙子小贝的，我会风风光光的把小贝的妈妈接回来，到时候你给我滚回你们程家去！妈，你要是不相信，可以去做鉴定。虽然明镜不在，但孩子是爸爸的亲孙子，
可以让爸爸带着孩子去医院做亲容鉴定。虽然明镜不在了，但孩子是爸爸的亲孙子，可以让爸爸带着孩子去医院做亲容鉴定。对，你要是不信，我就去带着孩子去做鉴定。你去开车。好。程金旭，要是孩子不是明镜的，我让你在苏城消失！大小姐，不好了，你父亲把张玉红接进程家老宅了。我知道了。爸，你和小叔带小宝去做鉴定，我家里出了点事儿，得先回去一趟。那你快去。玉红给咱们家生了一儿一女，而雨柔又给苏家生了个长孙，稳定了苏程两家的关系。他们母女俩可是咱们程家的功臣。没错，早该接你们母女俩进门了，真是委屈你们了。要怪啊，都怪青青那个死丫头，一直阻拦。奶奶，以后她再也欺负不到我们头上。还是雨柔有本事。妈，您请喝茶。好，好，好，以后啊，你就是我堂堂正正的儿媳妇了。我看谁敢让这对小三母女入住程宅。你个不孝女，你想干什么？爸，我听说你要把程雨柔和张玉红接入这老宅。你红姨现在可是你妈，谁允许你直呼其名的？我妈已经死了，她要想当我妈，就得先去死。程金旭，你敢咒我妈死？奶奶，这栋房子一砖一瓦都是我妈的心血。你和我爸今天要是把这对母女接到老宅，我就把这房子烧了。你真是大逆不道啊！你竟然敢说出烧家这种话来，太不像话了你！姐，你以前是苏家的大少夫人，大家都敬你几分。如今你已经被苏家扫地出门，怎么还敢对长辈不敬？我怎么不知道我被苏家扫地出门了？姐，现在小贝已经被接进苏家了，他奶奶说一会儿就派人来接我，而且呀，他还说要让我这个儿媳妇儿风风光光的进苏家。你已经被扫地出门了，还剩雨柔有本事啊，知道早早的给苏家添个孙子，母凭子贵啦。自古豪门都是母凭子贵，要怪就怪姐姐你呀，抓不住男人的心，生不出孩子。你怎么知道我没给苏家生孩子呢？你怎么知道我没给苏家生孩子呢？姐，你不会为了不让我跟我妈进程家，要说出你给明镜生了孩子这种话吧？可明镜跟我说过，他从来都没碰过你，他嫌你呀和木头一样无趣。那你和你妈这样被我和我妈正式的身份压一辈子都抬不起头的。你现在也就只能逞口舌之快了。一会儿苏家接我的车到了，我看你还能不能想得出来。爸，你快点让人把我妈的东西搬好，一会儿苏家的车到了，看到我妈还没名没分，对我和小贝的名声不好。雨红啊，你不用理这个死丫头，现在程家我说了算，你们把东西往里搬。你们谁敢？程金曲，苏家已经不要你了，他们马上来接雨柔，你要是敢耽搁雨柔进苏家，我要你好看。程仲，你就这么确定苏家一定会风风光光接程雨柔回家吗？这还用问吗？我们雨柔替苏家生了唯一的孙子，苏家重视她。你们不用管着，继续搬。
这结果怎么还没出来啊？静言，你去催催医生吧。急什么？是你的孙子飞不了。董事长，结果出来了。是我们家的孩子，华言，是你大哥的孩子啊！明静那么的对待青青，他都不记恨，还一个人跑到外面把他的孩子给生了下来。快备车，我要去陈家，把青青风风光光的接进苏家。哎，老程啊，青青妈房间里的那些东西怎么办啊？啊，丢掉，都丢掉，晦气！不是你偷我妈的东西，放开！放开！你不是偷我妈的东西！喝点水休息会儿吧。青青，妈妈今天得把策划做好，明天爸爸才能谈成生意。你先拿着这个出去玩一会儿，妈妈一会儿来陪你啊，乖。妈，这就是你累到丢了命要托举出来的男人。什么你妈的东西？现在都是我妈的！还快点儿！周雨柔，我一定要让你跟你妈跪在我妈牌面前道歉！你现在什么身份还搞不清楚是吗？啊！先生，苏家老爷子和二少来了，带了很多人。你在干什么？亲家，亲家，您和二少怎么亲自来了？我孙子的亲妈，我当然要亲自来接了。想不到苏家这么重视鱼肉。长江雪，看到了吗？小贝的二叔和爷爷亲自来接我了，你死定了！伯父、伯母说让管家来接我，怎么劳烦您亲自来了？我不是来接你的。我是来接苏家的长媳青青的。青青，你受苦了。爸，伯父，你是不是搞错了？我才是小贝的亲妈。是啊，亲家。小贝只是明镜在外面的私生子，青青生的才是我们家名正言顺的孙子。可是青青不是没生孩子吗？谁说的？他好像饿了。亲家，这个孩子哪儿来的？当然是我和明镜的。不可能，明镜根本从来都没有碰过你，这孩子一定不是你的。哦，我知道了，这个孩子是你跟别人生的，对不对？怪不得你消失了几个月，原来是去生这个野种啊！明镜跟你说没碰过我，你就信？那他还跟我说跟你只是玩玩，你信吗？
不可能！伯父，你相信我，这个孩子一定不是明镜的。我已经带着孩子到医院去做过亲缘鉴定，孩子是我们苏家的。我已经带着孩子到医院去做过亲缘鉴定，孩子是我们苏家的。怎么会这样？明镜这个混蛋竟然敢骗我！程雨柔，你不是坚信苏明镜对你是真爱吗？那我就让他对你的爱死无对证。哎呀，这下可太好了！雨柔跟青青都给明镜生了个孩子，恭喜你啊，亲家，又多了一个大孙子。青青是我们家的大工程，我打算让他进苏氏，担任副总裁的职务。亲家，你可太看重我们家青青了啊！现在能让张玉红滚出我妈的房子了吗？玉红啊，你还是先搬回公寓去吧。老程，你说你今天要给我名分的。郑天旭，你怎么能当着你公公的面对长辈动手啊？啊！陈清雪，你凭什么打我妈？当着我和我爸打我们苏家人，你找死！谨言说的没错，青青啊，是我们家明媒正娶的儿媳妇，是我们苏家的长媳，打她就等于在打我们苏家的脸。伯父，可是我也给苏家生了个孙子，不是吗？小贝是我的孙子，我们苏家也肯定会要的。除了进苏家的门，什么条件你开。青青，我们走。我妈的东西从哪拿的，送回哪去，然后滚出我妈的房子。哎呀，程清雪怎么会突然生了个孩子回来？苏家现在不让雨柔进门了，难道我们一辈子都要被他程清雪压着吗？雨柔没能进苏家的门，我也没办法呀。苏国栋本来就看重青青，现在青青更是母凭子贵，当了什么苏氏的副总裁。我们两家的合作以后还要靠青青，所以不能得罪他。你还是搬回。我可是给你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再过2年就要结婚娶媳妇了，到现在都还没个名分。哭什么？我们还没输呢，我们还有小贝呢。程清雪，小贝是被他的母亲带着长大，他不会放弃小贝。孙家肯定是我儿子的。这真的是明镜的孩子吗？我不是在做梦吧？你看那眉眼和明镜小时候一个脖子刻出来的。谨言啊，你看看是不是很像你大哥呀？这孩子看上去和谨言小时候很像。是吗？妈，时间不早了，我奶奶，我想爸爸了。哎呀，你爸爸丢下咱们祖孙俩，再也不回来了。爸爸不要我了，奶奶也不要我了。胡说！快起来，孩子。你是奶奶心肝宝贝，奶奶怎么舍得不要你啊？他们说大姨有个宝宝，你们就要把我赶出去。谁说的？当然是程雨柔说的。小贝是我们苏家的长孙，是我的命根子。以后谁再敢在小贝面前嚼舌根，我就割了他的舌头。我不要奶奶抱宝宝，奶奶是我一个人的。小贝，小宝是你弟弟，你们要相互的爱护。你好了，这家里面突然多了一个孩子，这小贝
他没有安全感是正常的，你凶他干什么呀？谨言，你带你大嫂啊和宝宝先上楼休息。知道了。苏明静也不知道他有这个孩子吧？他为什么这么晚？看来我猜对了。如果他和程雨柔知道我有这个孩子，还会让我顺利生下来吗？可能你这个大嫂也就换人了。一个寡妇，姐妹俩还抢着逃，真有意思。老太太爱的是长子长孙，我们家明面上是老爷子做的，但也怕老太太的。你有了这个孩子，也不一定有优势。苏谨言，你没有尝过身陷泥潭的感觉，不拼命往上爬，就会被踩着往下沉。程中，照这个样子，怕是要死到家里，多晦气！你赶紧把他送到乡下老房子去。行。我知道我妈。你反个天了你！我答应和苏明静的婚事了，以后我就是苏家大少夫人，我看谁敢动我妈！只有努力往上爬，才能保护我在乎的一切。你干嘛了？姐，你回来了。回大姨，这是我和妈妈的家，你从我家出去。姐，小贝还是小孩子，你跟他计较什么？哎呀，好了好了，你看都把他给吓哭了。怎么了啊？奶奶，大姨打我。奶奶，大姨打我。可能是我来让姐姐不高兴了吧？是我喊雨柔过来的。今年苏家的慈善晚宴，由你和雨柔一起操办，我没有精力了，你们俩商量。妈，苏家的慈善晚会历届以来都是苏家的女眷操办，来的都是名流，程雨柔的身份恐怕不太合适吧。青青，明镜都已经不在了，你都不能大度一点，别跟雨柔和小贝计较了。她是你的亲妹妹，那总比明镜找外来的小三好吧？板子没打到自己身上，都能站着说话不腰。这件事情呢，还是要跟爸爸商量一下的。你别拿你的公公来压我。小贝是明镜最爱的儿子，我今年就是要让雨柔在外面抛头露脸，为小贝的未来铺路。姐，之前明镜好像没带你参加过什么活动，而我最近这几年呢，跟着明镜认识了不少名人，所以这次活动就由我来主办，名义上就算我们两个人一起操办的。是吗？那我倒要看看你能请来哪些大咖。程雨柔，我不会给你出头的机会。大小姐，魏老作为业界知名导演，德高望重，如果能请得到他，一定能碾压程雨柔请的那些大明星。可是魏老隐退多年，真能请得动他吗？只能试试了。
嘿，车小姐，好久没过来了。魏老今天有贵客，设了局，魏老研究了好久都没有研究出来，你去帮他一下吧。来，这边请。魏老，哎，青青来的正好，这局你看看怎么解？妙啊！我怎么没想到？魏老，这谁给您设的球局？这不明显的欺负老人吗？这小子去接电话了。哎，锦言，快来看，有人把你的球局破了。苏锦言怎么在这儿？苏锦言怎么在这儿？还愣着干什么？大嫂，你也会打台球啊？会一点。完了，苏锦言不会认出我了吧？大嫂，你们认识啊？魏老，我其实一直没告诉你，我是苏家大儿媳。嘿嘿，你这丫头隐藏的够深呐！要是早知道你们是叔嫂关系，我就经常约你们一块儿来了。这么说，大嫂的台球打得很好啊。哎，她的台球技术在你之上。来，你们俩现在可以来一局。魏老，其实我今天来一局。对，快，来一局，让我看看你们到底谁强。大嫂，你紧张什么呢？我不能害怕，越害怕就越会露出破绽。既然魏老想让我跟你比试，总得有点彩头。您说呢？你这丫头，早就知道你几个月不来，一来准有事儿。干什么？说吧。魏老，如果我赢了，您答应我一件事情。你总得说是什么事儿吧？杀人放火，我可不干。保证不是。大嫂这么笃定，是一定能赢。大嫂，请吧。和10个月前苏锦言对赌时，他给我摆的局一模一样。他在试探。大嫂，你看过这球局？苏锦言明显怀疑了，我绝对不能让他确认，不然我所有的努力就白费了。没见过，所以在考虑要怎么打。这球还只能用他那天教我的那个打法才能进，怎么办？看好了，这球该怎么打？这局是我研究出来的，只教会那个女人。哎，青青，怎么，你也被这小子难到了？大嫂，如果打不进的话，可以放弃认输的。青青啊，想求我办事儿可没那么容易。不行，我必须要请到魏老，不能认输。我试试。
信了。是的，还是说他已经发现我的事实了，所以冒险换了一种刀法？查一下11个月前的那一天，程清许有没有去海市？魏老，我赢了，我想邀请您去参加苏家的慈善晚宴。哎，青青，我老头子都隐退这么多年了，没几个人认得我了，你还是找别人吧。魏老，您都这么大年龄了，还说话不算数吗？哎，你这丫头，你是明显挖了个坑让我往里跳啊！魏老，您了解我的，如果不是没办法，我不会麻烦您的。让我考虑考虑。到时候我让人来接你。谨言，大嫂先回家了。快开车！大小姐，你怎么了？怎么这么紧张？碰到苏谨言了，她怀疑我了。啊，那怎么办？他这个活阎王，要是知道了，别说告诉苏家，他自己就得杀了我们吧。他现在应该还不确定。我来往海市的行程，你都弄掉了吧？都弄掉了。先安排好慈善晚会的事情，不能让程雨柔在慈善晚会上冒假，不然下一步王兄妹就会安排她进董事会。是你吗，我的大嫂？ไม่ต้องกลัวซ้ำกับใครฉันไม่เป็นใครและไม่ได้เหมือนเขาแน่นอนได้ข่าวว่าเขาว่าดี 明镜这个不孝子，让我白发人送黑发人。苏夫人，您节哀，孩子在天之灵，也不希望您整天以泪洗面。苏夫人，这位是？这是雨柔，是小贝的妈。今晚的慈善晚会就是她一手操办的，太了不起了！看起来年纪轻轻的。是啊，她是很能干的。是您儿媳妇？是妈，您在这儿？你干什么去了？宾客都到齐了，你才回来。这才是大少夫人吧？往年慈善晚会我们见到过。啊，这是我大儿媳，没干过什么事情，所以这次的慈善活动就只能交给雨柔来操办了。望豪门有个能干儿媳的重要性，雨柔小姐长得漂亮又有能力，也是明镜给留的福气。是啊。夫人，雨柔小姐，周颖到了。天哪，雨柔小姐竟然把周颖请来了，那可是著名导演魏凯峰带出来的魏女郎中最有出息的一个。她忙于电影事业，很少参加活动的。是吗？要不我就说雨柔能干呢？啊？雨柔，周颖，欢迎欢迎。好漂亮，简直比电视上还好看哎！作为公众人物，能为慈善事业做贡献，也是我的荣幸。哎呀，姐，你去帮周小姐把外套和包送到休息室呗。我有事儿，你自己送。你能有什么事啊？让你送个衣服都磨磨唧唧。你对这次活动做出什么贡献了？别为了这点事生气，
我的助理马上就到了，衣服给我吧。哎呀，周小姐，她闲着也是闲着，就让她送啊。妈，我邀请的嘉宾到了，我得去外面接一下。姐，今晚我邀请了这么多嘉宾，这该来的也都来了，一些没名气的你就不要让他来了，这位置也不够坐。雨柔说的对，什么嘉宾，多大的脸面需要你亲自去接呀？你有这个功夫，为什么不把周小姐的衣服送上楼？周妍姐，他们说师傅下山参加活动啦。魏老，就是那个隐退多年的魏德凯导演吗？你没开玩笑吧？师傅隐退这么多年了，从没有人请得动他。是真的，你们看新闻，有人拍到魏老在一个酒店门口在登记。啊，是什么样的活动能请到魏老呀？哎，这个不是本次活动的登记处吗？哎呀，我给魏老发过邀请函了，没想到他真的来了。什么？雨柔，你都把魏老请来了？魏老肯定是看到我的请帖才来的。苏夫人，我看雨柔小姐呀，才配当你们家大媳妇。我果然没看错人呐。妈，我去接一下魏老。哎，姐，这魏老又不是你邀请来的，你去接什么？是啊，你想揽功劳，平时怎么不多用点心呢？哎，魏老来了。魏老，丫头，你把我老头子一个人晾在外边，这就是你邀请我来的长夜？魏老，我正准备出去接您呢。他怎么能请得动魏老的？苏夫人，我看你这大儿媳妇有点牛啊！这魏德凯啊，隐退很多年了，上一次省里搞活动请他参加，他都拒绝了。对呀，今天这里这么多大腕都是他带出来的徒弟呢。师傅，您总算肯出山了，以前我们怎么请您都请不动。青青啊，他非要把我这把老骨头给拽来，我盛情难却呀。程清雪这个贱人怎么会认识魏老的？魏老，这位呢是我婆婆，是苏家董事长夫人，也是我们苏家慈善协会的主席。妈，这位是魏老。魏老大名如雷贯耳，久仰久仰。哎，夸张了，能为慈善事业做宣传是我的荣幸。那就魏老请坐吧。来，快请。还不快把周小姐的衣服送上去？大少夫人，你和陈夫人还有魏老、周英姐，你们几个凑近一点，给你们拍张合影，做这次慈善晚会的封面。雨柔姐，陈清许请来魏德凯的事情上了热搜第一了。本来小贝奶奶要以慈善晚会的功劳把我送进苏氏董事会，没想到又被程清许这个贱人抢了风头。大少夫人，您的16支。大小姐，你手里的饮料有问题。人都安排好，安排好了。程清许，能让你以后再也没机会跟我争。
你怎么了？那个女人呢？让孩子，赶紧找。帮我找李媛。你被人下药了。谨言，帮大嫂把家庭医生喊来。爸爸妈妈不要声张。In the dark, with no light to save me 快去！Wake up the beast. City up and talking with the berries. The bar, it tells me of places I should go. Enjoy the feast, and I'll give you my soul. 明月，我在2楼，把程总喊来。让张医生来趟休息室，还有，把老爷子和夫人一起叫来。雨柔姐，怎么样？那2个男人在程清许进房间里？没有，程清许在苏2少的休息室，苏董事长和夫人都一起去了。你说什么？青青，董事长，大少夫人被人下了下流的药。胆子这么大，敢在我苏家的慈善晚会上做出这种龌龊的事情啊！爸，别声张，好多宾客都在呢。姐，你没发生什么吧？好好的慈善晚会办得这么成功，尾声了闹这么一出，真是闹心。爸，幸好我今天遇到的是谨言，他及时帮我叫来了医生。要是遇到其他人，后果不堪设想。明镜才刚死，我要是跟别人发生点什么，对苏家和罔顾的明镜都是羞辱。这件事必须彻查到底，我倒要看看谁要这么羞辱我可怜的儿子。青青，你放心啊，我们绝对不会放过想伤害你和苏家的人。把经手过青青喝的那杯饮料的人挨个抓来询问。糟了，苏家有彻查下药的事，把监控全都毁掉。爸妈，你们怎么来了？刚才李月打电话说青青在晚会上出事了。青青，爸，我被人下药了，差点毁了我们苏城2家的名声。谁这么大胆，敢对你苏家大少夫人下手？亲家，你先别着急，我已经让人彻查这件事，马上就会有结果。监控都毁了，应该没事，查不到我。大少夫人，这里全部的监控都被人给破坏了，但是有人看到了下药的过程，拍了下来。下药的人是雨柔小姐的助理。我不知道，这事跟我没关系。这视频清清楚楚，就是你的人，你还说你不知道？雨柔，明镜才刚走，你怎么就……程雨柔，你以为我出事了是丢的我一个人的脸吗？
爸也会被别人戳脊梁骨，骂叫你无方的。亲家，这就是你养的好女儿。逆女，你干这蠢事，差点闯成大祸，跪下给你姐姐道歉。爸，这件事真的不是我干的，是我助理，他擅自做主的。你还敢嘴硬不承认？老常，你已经打了雨柔一巴掌了，千星不也没发生什么吗？混账！苏家的长媳，这名声要是毁了，连带我的亲孙子，这一辈子都要被人骂的。给你姐姐道歉。程总，只有动到你最核心的利益，你才会对这对母女下手。别打了，别打死孩子们！拜托，别打妈妈了，别打妈妈了！不要打了，不要打到小贝，都在这儿，不要看啊，不要怕。小贝有你这样的妈，肯定也会被教坏的。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不许你进苏家。伯父，我错了，我们走，让青青好好休息一下。走。不要，小贝！亲家，我回家就对这个丫头严加管教。大嫂，你知道那杯饮料有问题，故意喝的。秦言，你这话说的，我为什么要害我自己呢？大小姐，你手里的饮料有问题。大嫂是觉得，当他们尊严真正受到威胁的时候，才会重视，不然他们就会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我猜的对不对？秦言，你把大嫂想的心机太重了。秦言，没事，大嫂，你穿着吧。苏锦言心思缜密，我得提防。大小姐，苏锦言有没有查过我的行程？查了，幸好我们提前做了手脚。我们喝奶，小宝喝奶，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真乖。小少爷，小少爷，你看小宝多喜欢你，看见你啊就不哭了，这血缘关系真神奇。血缘关系。我倒觉得这孩子和锦言小时候很像。小东西，刚才哭那么凶，现在怎么不哭了？锦言，你怎么回来了？老爷子打电话命令我回来的。刚才小少爷听到小宝哭，就过来摸了他一下，立马就不哭了。这么小就认叔叔了，小人精。我先出去了。苏锦衣回来这么多天，连家都没回过几次，怎么突然进我房间了？小少爷，您找我有什么吩咐？拿去做鉴定。小少爷，这是……我怀疑那天晚上的女人是程清雪。小少爷，大少夫人贤良淑德，应该不会……快去，尽快。大嫂，我倒要看看你是真贤良还是假贤良。你说你也是的，你在那种场合给他下药干什么？小贝奶奶打算以我这次慈善晚会办得很成功为由，把我塞进苏氏董事会，我们就要翻身了。
没想到程清雪这个贱人竟然请来了魏德凯，我做的所有努力全都白费了。现在怎么办啊？我拿到了京大的 MBA 证书，还掌握了苏家要的那块地的内幕消息。等这个事情一过，我再去求小贝奶奶，她一定会答应再去帮我的。那青青不会再捣乱吧？怕他干什么呀？既然他这么不懂事的话，那我们就教训教训他，让他学会以后怎么夹着尾巴做人呀。你想干什么？你爸已经对你姐有隔阂了，你别轻举妄动。妈，你放心，爸他舍不得他。大小姐，夫人的墓碑被人砸了。墓园的大爷不敢透露是谁来过。程星月，我夫人的墓碑上破狗血，这是诅咒夫人永世不得超生，简直就是个畜生！李月，找人修缮我妈的墓碑。程星宇，交给我。可是大小姐，程星远是您父亲的命根子，现在程氏集团还掌握在您父亲手里，如果动了程星远，恐怕……我有分寸。妈，你生前我没有保护好你，你死后我连你的墓碑都没有保护好。我把他妈的坟墓给砸了，还撒了黑狗血，我要让他永世不得超生，永远的做鬼，看着你跟你爸恩爱幸福。妈，你放心，程清许这个贱人如果敢挡我们的路的话，那我就弄死他。Hey, what you doing to me, babe? I'm really feeling your swag. 好妖娆，好美啊！ You got me twisted like that. 啊，回去了再跟你说。This is not the way into my heart, into my head, into my brain, into my feel above. This is just my way of unleashing the feelings here inside me. The spark of black that has some love. We can get it. 这都能进，厉害呀！ Just for fun, don't even try to hold it back, just let go. 哇哦，有点东西啊！美女，你打算把金门我们零点彩头都给赢走？赢本是赢的，咱们零点给不起。当然给得起啊！我只是对身材这么好，瞧长得这么漂亮的美女特别感兴趣。对我感兴趣，那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好，果然是与众不同的美女。把我球杆拿过来。你要是输了，今天晚上跟小鱼儿回家吗？如果我赢了，我要你一根手指。怎么，怕了？怕了就躲远点儿。我对菜鸡男不感兴趣。女人，既然你不知死活，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萧少爷，鉴定报告出来。好一个贤妻良母！少夫人在。少夫人母亲的墓被程序员给砸了，现在少夫人出现在灵眼台酒店，戴着面具，正在跟程序员赌球。赌什么？少夫人输了，跟程序员走；赢了，要他一根手指头。哼！砸我丈母娘的墓，一根手指头可不够。哎呦，啊，疼死了！老大，你谁呀？哪儿冒出来？我最烦别人指着我。啊，疼死，断了！哎，
苏姐爷，他怎么在这儿？姐姐，你可真让我好找啊！还好，他好像还不知道我的身份。你是这个女的什么人呀？老公，老公，我手怎么这么有韵味呢？原来结过婚了呀！啊，不过我更喜欢了。小子，姐姐，专心一点，他们可不像我一样会让着你。程老板，我赢了。不是你打进去的呀，是你先扰乱我弟弟他帮我，很公平。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找人扰乱你进球了呀？啊，你们看到了吗？没有。这就是证据。堂堂0点老板输不起球，竟然要暗算一个女人。聪明，不愧是敢跟我偷宠的大嫂。证据在这儿，程老板还想不讲规矩吗？那又怎么样？我的地盘我就是规矩。弟弟，想泡我吗？想睡你。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搞定他。这女人还真有脸敷衍我。我倒要看看谁是规矩。小子，老子看上你的老婆是你的福分，也不知好歹啊！你找死！你知道老子谁不知道？你敢在我面前称老子？老子不仅当你老子，我还要操你妈！啊！我告诉你，我是苏城程家的大少爷，苏氏集团董事长是我姐夫。你敢动我，你还你伟了！你说，死去的苏氏总裁是你姐夫？小子，怕了吧？我亲姐给他们添了一个大孙子，他马上就要进苏氏董事会了。如果你现在知道错了，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你姐进苏氏董事会，真是给你脸了，把她的2个小拇指砍下来，当做她抵赖的代价。你们敢！你们敢！程行远，这才只是给你的一点小教训。你要带我去哪？我给你报了仇，你不得给我点报酬？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找你？那一夜让2少这么难忘。我的第一次，你说呢？什么？那竟然也是苏锦言的第一次？他花名在外，怎么会？再睡一觉。结婚。2少，你连我的脸都没见过，就敢跟我私定终身，不怕我抽得你的钱人？我有的是钱给你整容。我再睡一觉。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家。
不许摘。弟弟，我们之间的关系只适合这夜里，天一亮我就得回去做我的贤妻良母了。我之后怎么找你？你手机给我，我给你留号码。如果这个号码是假的，放心了吧，我让人送你回去。不用了。少爷，回吗？回老宅，以后都在那儿住。医生说再晚来一点，2根手指就接不上了。到底谁这么大胆，敢当众开女儿手指啊？现场没一个人拍下视频，监控也都被处。你到底得罪了什么人了？是不是程清许？你干什么了？不可能啊！我借给程清许100个胆子，他也不敢。昨晚那小子看去势力不小，绝对不可能是程清许能不花钱能收买的呀。那你到底得罪了什么大人物？以后还会不会有危险？怕什么呀？等我姐进入了苏氏董事会，接手了我姐夫的股权，在苏城除了苏家，谁还能比我们大呀？玉柔，你真的能进苏氏董事会吗？放心，小贝奶奶都已经答应过我了，会把明镜名下的1半股权都分给小贝，由我代持进董事会。青青现在是苏氏的副总裁，她肯定不同意吧？董事会里的1大半都是小贝奶奶的娘家人，她程清许不同意有什么问题？哎，姐，你一定要帮我找到昨晚那小子，我要亲自砍断他的手。在我进董事会之前，别给我惹是生非。王总，都坐吧。我要宣布个事儿，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雨柔是小贝的母亲，我将按照法律的规定，把明镜50%的股份给小贝，由雨柔代持。从今天起，雨柔正式进入苏氏董事会。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这么草率的就下了决定啊？你能草率把明镜生前的职务给程清许，我给点股份，给我大儿子生前最疼爱的孩子，有什么不行？当初是有了我妈的技术支持，明镜才可以顺利进入董事会。我们签了协议，股份双方持有。王董，您没有权利分配我和明镜的股份。有吗？我没看到，我也没在场。在座的各位，有谁知道这事儿啊？我在场。邹国栋，我大儿子死了，他临终前托我照顾他们母子，我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我算什么母亲？哼，苏董，程雨柔也是你亲孙子的母亲，不能厚此薄彼吧？程清许，做人不要太贪心，你已经生了一个孩子了，得到你应该得的就行了，别闹得太过，否则得不偿失。姐，那我以后就坐你边上喽。请到魏老怎么样？揭露我下药用了怎么样？我还是能和你平起平坐。我不同意程雨柔进董事会。谨言，你怎么来了？妈，我大哥都不在了，我还不能进董事会吗？谨言，妈妈不是那个意思，那小贝也是你的亲侄子，
我让雨柔进董事会，那也是为了保护你大哥的子嗣。哦，对了，我刚才在外面隐约听到大嫂提到和我大哥签的那份婚内协议啊，我好像在找。大舅、小舅，你们当时不在场吗？谨言，这是苏氏董事会，你这是干什么？快收起来！我在场，我在场，我也在场。苏谨言为什么突然出面帮程星许？谨言，我是哪儿有得罪你了吗？你得罪我的弟弟多了。你的那个弟弟程行远，长期打着苏氏小舅子的旗号，到处欺男霸女，还想跟我抢女人。你的女人？你什么时候有女人的？爸，这不是重点。你说说是怎么回事啊？看程星远手指的人，该不会就是苏谨言吧？谨言，我弟弟都没见过你，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啊！误会？小子，老子看上你的老婆是你的福分，怕了吧？我亲姐给他们添了一个大孙子，他马上就要进苏氏董事会了。如果你现在知道错了，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你敢在我面前称老子？老子不仅当你老子，我还要操你妈！胡闹！谁给他的底细这么猖狂的？弟弟真是太给力了。伯父、伯母，我弟弟他不认识谨言，才冒犯了他。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训他。不认识就可以随便抢吗？还仗着我们苏氏集团的名声，还不像话！这简直就是败坏我们苏家的名声！我坚决不同意陈玉荣进董事会。我也不同意。为什么又被他赢了？我刚才好像听小舅你说，苏氏集团的高层需要注入新鲜血液。说得好！所以，我打算进苏氏。谨言，你没有管理个公司，你进公司，这什么职位适合你呀？大嫂就替补苏明镜生前总裁的职，我当个副总就行了。他为什么会推我当苏氏的总裁？王董，这样的话，您心里就不会总慰藉我抢占苏明镜的东西了。原来他是在担心他偏心的妈多想。王董，我们也该把管理权让给年轻人。就按谨言说的，谨言，你以后要好好的帮衬你大嫂，在公司立威。董事长放心，我今后一定会好好辅助大嫂的。伯母，好好管管你那个猖狂的弟弟吧。我怎么会这样？我不但没进苏氏董事会，程清许这个贱人还成了苏氏的总裁。这里是苏氏的高级会议厅，需要我让保安把你拖出去。程清许，你给我等着！谨言，今天谢谢你。大嫂，以后就多多指教了。大嫂，这个位置，如果你想一直做下去的话，就得守一辈子寡了。你现在才26岁，你考虑好了吗？他是在怀疑我，还是试探我会不会背叛他哥？谨言，你放心，在孩子长大之前，我都不会找他。大嫂，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想找其他男人，我可以。大小姐，程总裁，你先忙。
大小姐，小少爷他这是怎么了？他会不会已经知道我身份了？不会吧？他要是知道了，还能这么轻易放过你？苏景言发来的。姐姐，我把程星远的姐姐赶出苏氏董事会了，夸我。这真是刚才那个霸气的苏景言吗？哎呀，苏景言，不管你知不知道我是谁，没揭穿就不会揭穿了，对吧？真棒！那你敢暂停苏氏和程家接下来的合作吗？当然敢。去医院看程星远。程清许的办公椅还挺舒服的。小少爷，夫人去医院看望她的弟弟了。看我？取消和程氏的一切合作，把我准备这几个项目交给项目部。大小姐，苏景言真的停了和程家的一切合作，而且还拿出了更好的项目做替补，堵住了项目部的嘴。他真的替我做了这个恶人。哎，姐，你帮我找到昨天晚上在餐厅砍我手指头那个大壮了没有？雨儿，你打他干嘛？砍他手指的人是苏景言，他得罪的是苏景言。什么？你个逆子！苏景言那可是出了名的活阎王。我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苏景言呀，我也没见过他们。都怪你，害我没能进苏氏董事会，让程清许那个贱人成了苏氏总裁。雨柔，你说你姐成了苏氏的总裁了？要不是这个蠢货得罪了苏景言，我就能和程清许平起平坐了。那么多女人，为什么非要做他的老婆啊？我也不知道他是苏景言的老婆呀。哎，雨柔，苏家老二什么时候结婚了？哟，真热闹呀！我青青啊，哎，你来看你弟啊。程清许，你来医院看病，带个菊花是什么意思啊？你这是要周星远死吗？我是带来让程星远拎去给我妈赔罪的。哎，怎么回事？3天前，程星远砸了我妈的墓碑，还撒了狗血诅咒。你姐说的是真的？谁让欺负我姐的？就该给他点教训，看他以后敢不敢阻碍我姐的路。你个逆子！你怎么能做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青青啊，你妈等我回去休，星远还是个小孩，还说着伤我，等他回家了，我一定好好教训他。程总，就是你的纵容，程星远才能猖狂至此。坟我已经修好，但是我要他还有张玉红跪在我妈坟前道歉。你让我妈给你妈下跪道歉，你可真敢想啊！程清许，你信不信我把你妈的骨灰挖过来给撒了？你给我闭嘴！这小子的话，你别当真。还是不去吗？我数到3。青青，你当了苏氏总裁就六亲不认了？我们和苏氏的合作可是多少年稳固下来的关系，也不是你完全一个人。3。董事长不好了，苏景言以咱们公子在外败坏苏氏名声为由，停了和公司的一切合作。爸，怎么了？苏景言停交了苏氏和我们所有的合作。那怎么办呀？那你快去找苏董事长问问，这合作怎么能说停就停了呢？哎，青青啊，你是苏氏的总裁，那个苏景言应该听你的吧？爸，程家和苏家是靠多年稳固下来的关系，不靠。程家也是你的娘家呀，我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妈新砌的墓碑是你喊你干的，正式的坟墓被私生子砸了，你在这跟我谈什么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
程清许，你少在这里拿这个威胁办，你抓紧时间恢复和程氏合作，否则的话，我现在就去把你妈的骨灰忘了给扬了，你信吗？混账东西！爸，她是你女儿，就应该听你的，你怕什么呀？爸，你权衡一下。哎，起来，去给你大妈道歉。爸，回了程家，你就不是我儿子。你和他好好说，你的手还伤着呢。妈妈，对不起。大声点！程清许，你找死吧！给我车走，省这点道歉。大姐，永远受人测试，我带他道歉。妈，你看吧，真爱不一定能让一个男人对你弯腰，但权力可以。程清许，你保持上位者的姿态往前走，路上的荆棘我替你扛。哎，姐姐，合作的事情，你要尽快恢复。把我妈的股份还给我，我立马恢复和程氏的合作。你个臭婊子，你也出来反耳是吧？以程氏的现状，应该只能维持3天。李月，我们走。爸，你当真要把股份给程清许吗？我才是你唯一的儿子呀！程家的一切都是我的，是我的。要不是你得罪了苏谨言，你二姐现在就进苏氏，我们哪还用求她？要不是程清许，我早就进苏家了。你说的对，但又让他消失了。父母，傻瓜，药哪有不苦的？来，妈妈，张以后他给你下跪道歉了。妈妈，我有好好听你说话，好好的当苏家大少夫人。没想到你这么脆弱。昨晚有人来过。怎么了？小少爷，今天小宝一直哭，哄也哄不好，过来看看少夫人起床了没有？给我吧。我起来了，桃子给我吧。大嫂，这么警惕我干什么呀？和我妈一样，怕我对孩子不利啊？他从小被他妈偏心的，自心里已经产生阴影了吗？
谨言，你误会大嫂了，大嫂是怕小宝哭多了你会烦。他不哭了。小宝之前闹腾的时候看见那二少爷立马就不哭了。是吗？他二叔从小就被喊成小恶魔，我们家小宝竟然不怕他。可能他把我当成他爸了吧。谨言说的对啊，他和他大哥长得像。我们家小宝聪明，认血缘。小少爷长得这么帅，将来有孩子肯定跟这小宝一样可爱。哎，对了，你不是谈女朋友了吗？什么家世多大了？什么时候带回来给我跟你妈看看呀？今天我问问她。哎，抓紧了，我看看到底是什么女人值得我们家老二为她砍人2根手指。谨言，宝宝睡着了，我带他回房间吧。大嫂，你感冒了，我送进去。谨言这孩子真是长大了。以前他最讨厌小孩，把他二姑家的孙女都扔进了雪地里。是什么让一个玩世不恭的二世祖性情大变了？昨晚是苏谨言，他知道我的身份了。大嫂，你一直看着我，是想……你很帅，但大嫂也没这么饥渴。宝宝睡着了，你把他放下。大嫂，你也觉得他跟我长得很像？晴晴，股份转给你，你满意了吗？今天来公司签字吧。好，我晚点过去。我爸要把我妈的股份还给我，交换条件是苏氏要和程氏继续合作。你是总裁，你想跟程家合作，我没意见。今天我去趟程氏。嗯。我到了，你人呢？你怎么来了？这是我的公司，我姐姐来了，我当然要找人好好伺候伺候她。别算计了我。姐姐，你要去哪儿啊？让开。樊振雪，今年你走不掉了。你想干什么？好好伺候他，等他没力气了，就把他从这里给我丢下去。放心吧，程大少，我们哥俩保证把你大姐伺候的舒舒服服的。程小野，这里是城市，你敢在这里动我？对呀，就是在这里对你才是最好的。苏家大少夫人不甘守寡，回娘家找男人偷情，被发现后意外失足坠楼。通稿我都帮你讲好了，还不错啊？还愣着干什么呀？动手了！苏家大少夫人的事，不知道爽不爽？妈的，小贱人还挺辣，
喜欢叫是吧？老子他妈让你叫个够！对，一定要算够了！我得拍几段视频发到网上，让所有人都看一看苏家大少夫人被男人宠幸的时候到底有多骚啊！陈星月，你这个雨柔，真的不会有事啊？苏国栋看中青青，他要是出事了，苏家会不会追责呀？苏家那样的大家族，今天程清许在这里以这样的方式死了，苏家恨不得跟程清许撇清关系。放开我，程仲，你这个老禽兽，我不会放过你的。爸，放心吧，在苏家，只要不碰苏景言的东西都没事儿。走。走！放开我！你不是很喜欢让我跪在你妈坟前吗？啊？对了，一会儿啊，我就把你的视频送到你妈坟前，我让她一块欣赏欣赏，怎么样？程星月，快，把那衣服给我撕掉了！放开我！你要干什么？保安，谁进来的？你小子拿把子找死吗？没事的，大嫂。小少爷，让这个人彻底消失。苏少，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是程清许这个贱人自己分钱勾引的。你又没死成。夫人，二少，程中，你以后不。放开我，走开！程清许，是我。秦言，这是哪？这是我的别墅，你安心休息。你怎么会想去找我？你今天早上告诉我你要去城市，这不就摆明了，你知道你父亲的动机，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吗？想不到他真的猜到我的心思了。大少夫人觉得小叔子这枚棋子好用吗？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那这样呢？别这样。程清雪，我可以给你当妻子，但是你不能把我当妻子丢掉。他是在妈妈死后第一个愿意保护我的人。秦言，我是你的大嫂，我们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你给我生孩子，不能这样。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呢？ Now we fall down, lost your head. 程一柔，他们看着你把我带走了，我得回家了，不然他们会怀疑的。你怕他们怀疑，就不怕我公布这件事情吗？秦言，大嫂走到现在不容易。
你有这个样子求过苏明静吗？没。 我先放你回去，让张扬送你。 小少爷，大少夫人不让我送。小少夫人？谁是大少夫人？少夫人说李月来接她。程心远的罪证收集齐了吗？齐了。少夫人也一直在暗中收集程心远犯罪证据，足够他在里面待一辈子了。他不打没把握的球。 大小姐，你父亲也太不是东西了！你可是他亲女儿。把我们搜集所有程心远的罪证全部交给警方。明白，他出不来。程忠，就让你的宝贝儿子在监狱里替你程家延续香火。今天幸好苏二少及时赶到，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今天苏二少怎么会突然想到去城市救您呢？大小姐，他知道追他那人是我了。什么？那怎么办？程清雪，我可以给你当妻子，但是你不能把我当妻子丢掉。 心远要是坐牢，以后可怎么办呀？这律师怎么还不来电话？呀，爸妈，你们也别过分担心了。程清雪她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小贝奶奶也已经答应帮忙了。我弟不会判多重的。董事长，警方收到少爷犯罪的证据。 其中有强奸和开设地下赌场的刑事罪，起码要20年起步。怎么说？律师说，邢远至少要判20年。我的儿啊！哎妈！大少夫人，小宝一下午都没喝奶了，这又吐又拉的。去医院，我去开车。我量一下烧啊。小宝宝压不住温度计，得按一下。5分钟之后拿出来看看。哎，孩子宝，他不是。 孩子这体质可不像我小时候可没住过医院。那么小，你还记得？我妈说：“宝宝，你快点长大啊！长大了，爸爸教你打篮球。”苏谨言，你胡说什么呢？我哪句话胡说了？我不是孩子的爸爸，还是我不会教他打球啊？ 5分钟应该到了。你慢点，别摔着孩子了。大嫂，他们怎么在这里？5分钟到了，温度计拿过来给我看看。温度计拿来。 程清雪为什么跟苏谨言带着孩子会出现在医院？还报警
在一起？小宝宝有点低烧啊，应该是着凉了。我开些药，你们拿回家多注意观察。好，谢谢医生。这个爸爸眼里有活，比很多爸爸强多了。他不是。走啊，拿药去。如果他能光明正大的疼小宝，该有多好！胡思乱想什么呢？他只能是小宝的叔叔。愣着干什么？拿药去啊！哎，看看人家孩子的爸爸，又帅又贴心的。爸爸，难道程清许的孩子是苏谨言的？我得想办法证实一下。小贝，妈妈交代你件事。青青啊，宝宝怎么样了？医生说受凉了，没什么大事。爸，您别担心。大少夫人，我看小宝睡着了，让我先把他抱走吧。这几天啊，你就先在家陪陪小宝，正好啊，也可以筹备一下宝宝的百日宴。这公司里面的事情啊，就交给谨言吧。好。谨言，我发现啊，你最近懂事多了，还知道啊陪你大嫂到医院啊去帮小宝看病呢。他要是懂事了，就该找个对象，赶紧让自己安定下来，还成天不着调。谨言啊，听妈的话，个人的事情啊也要抓紧。青青啊，你有认识合适的、适合谨言的，介绍一下。大嫂应该不希望我那么早成家吧？他想害死我们。谨言，爸妈说的对，你该成家。好，听大嫂的。谨言，你怎么在我房间？苏谨言，这里是家里，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大嫂，既然你想让我成家，那你改嫁给我。我现在去给老爷子说。我不想叫你大嫂了，我想让我们的儿子光明正大的叫我父亲。这里是家里，被人看到就会怀疑。宝宝不哭，乖。程清许，你就这么害怕被别人发现吗？苏家大少夫人的位置能给你的东西，我也可以给你。我不会冒这个险。二少爷，你怎么跑到你嫂子的房间了？皇军没那么偏心苏明进，如果知道这个孩子不是苏明进的，还不知道要怎么发放。二叔，你在干什么？我来尿尿。妈妈，我拿到二叔和宝宝的头发啦！田小姐，检验结果出来了。
匹配度99%，是亲子关系，怪不得，我就知道明镜他不会骗我。程清许跟小叔子偷情，还把苏锦言的孩子冒充是明镜的孩子，这次完蛋了。去准备一下，我要在程清许儿子的百日宴上给他一个惊喜。锦言，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二叔给孩子的财产。锦言，你送给小宝3栋楼和你全部的苏氏股份。他要沉不住气了吗？锦言，你出手真阔绰啊！怎么，二叔坏到连送孩子礼物也要被怀疑吗？不是，锦言，妈妈没想到你这么重视你大哥的孩子。他不是我。这些礼物太贵重了，小宝不能要。就是啊，锦言，你自己以后也会成家有孩子的，你都给小宝了，以后你的孩子怎么办呢？就算你亲儿子，送这么多也少见。你们放心，我亲儿子，就算要天上的星星，我也会摘给他。那你就赶紧结婚啊，生孩子啊！苏锦言不用结婚生子了，程清许的儿子就是他的孩子。程清许的儿子就是他的孩子。雨柔，你说什么？程清许的孩子不是明镜，是苏锦言的。天哪，这也太炸裂了吧！大嫂和小叔子生的孩子。你在胡说什么？我没胡说，我已经拿着苏锦言还有这孩子的头发去做过 DNA 鉴定了。这孩子真的是锦言的吗？妈，程雨柔不知道哪里弄的样本，做回来一张鉴定，就能污蔑我的清白吗？程清许，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不信的话，你们可以取他们2个人的样本，再去验一次，就知道了。锦言送给这孩子这么多东西，确实可疑。许特助，拿去做鉴定，以最快的速度，你亲自盯着。程清许，你给明镜戴绿帽子，就等着被赶出苏家吧。结果都没出来呢，你凭什么认定我给明镜戴绿帽子？他还能这么针点？那我们就等结果出来咯。如果雨柔说的是真的，你们俩都给我滚出苏家！别怕，被赶出苏家正好，我们在一起。我在外面的产业足够咱们儿子负几的。结果出来了，结果出来了，快快快！哎，这不是跟我跟小宝做的结果是一样的吗？雨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可能啊！我已经做了，他们就是亲子关系。这份报告是不是被人动了手脚啊？
全城就我一个人，没有经过任何人手。对呀，许特助是不会骗我的。一定是你们提前联系了医生，收买了医生。程雨柔，你清醒一点！我是知道你今天要来污蔑我吗？我怎么提前联系医生？陈雨柔，你三番五次的要害青青，你到底是什么居心？伯父，我已经让小贝取了苏锦言还有小宝的头发做了亲子鉴定了。伯母，你一定要相信我。哎呀，可是这个鉴定结果，小宝和锦言只是亲属关系呀。一定不是这样的。伯母，我们再去做一次，我们去医院盯着做。够了，你当我是什么？你当我们苏家是什么？刚才我没动手，是因为今天的日子特殊，别得寸进尺了。谨言说的对，保安，把他拖出去。从此以后，小贝和他这个妈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他要是敢认这个妈，给我一起赶出苏家！不要抢走我儿子！不要，小贝是我儿子！拖出去！程清雪，你到底用什么手段？小宝明明就是苏锦言的儿子！这么造谣，你也不怕天打雷劈啊？不要！我早就收买了许特助，怎么可能让你轻易的抓到我的把柄？青青啊，你是委屈了。爸妈，宾客都到齐了，我们坐下吧。好，行，来，坐吧。萧少爷，李月在3天前就已经收买了许特助。真好，一个人赚3个人的钱，顶级厉害。我也想赚3分钱。这家伙为什么还不知道避嫌？谨言，你去坐到对面去，给你约了北海白家小女儿白如，趁你们今天见面好好聊聊啊。青青，白如的姐姐是你的同学吧？那今天正好，你给谨言做个媒。好。我们来了。艾雪，你来了。这是我妹妹小茹，之前见她还是个小姑娘，长大了。快来坐。锦言，我给你带了礼物。谢谢。如如啊，你都给谨言带礼物了，有没有给我们带礼物啊？也有的，只不过今天匆忙忘了拿。哎呦，你看看他这心里就只有谨言。哎呀，我们懂。可不是，回国到现在，我们也没见到他的礼物。姐姐，妈，小宝饿了，我带他去喂奶。好，你去吧。在这躲一躲吧。你来干什么？找你。喊啊！怎么不喊了？我说过，我不当妻子。你是怎么敢想着把我给丢弃掉的？苏锦言，我冒了多大风险向你借种，你就应该清楚，保住苏家大少夫人的位置对我来说有多重要。那我呢？你闯入我的世界，有想过我会心动吗？
对不起，景言，白如更适合你。适合我？我觉得我更适合你。景言，这不行！不行，我就是要让你知道，只要我想，没人能阻止我。苏景言，怎样你才能放过我？放过你？这是我最后一次放过你，以后离我远点。哎，青青，你喂宝宝怎么搞到现在呀？宝宝睡着了，我怕包间里人多吵醒他。哦，你看到景言了吗？没看到。那赶快去吃饭吧。啊，走吧。刚才进小苏总办公室那个女的，听说是未来的小苏总夫人，长得漂亮，听说家世也很好，跟小苏总天生一对呢。就是。下班了不去吃饭，还在这聊八卦，成了。青徐姐，白如，你来了。我来找景言吃午饭，你要跟我们一起吗？我来找景言吃午饭，你要跟我们一起吗？你不是说单独跟我吃饭吗？李月给我买饭了，你们去吃吧。好，那我们去吃啦。我不下去吃了，你帮我买一份饭上来吧。So goodbye, don't cry and smile. 가슴 시리다. 大小姐，我发现了一个大秘密。什么？张扬在我们去找许特助的同一天，也去找过许特助。你怎么知道？我刚才去替许特助还赌债，但是那边的人说许特助的赌债已经还过了，是张扬操作的。看来啊，小宋总也怕我们把孩子的事情给抖出去，这下我们可以放心了。那我呢？你闯入我的世界，有想过我会动心吗？白如，你自己去吃饭吧。怎么啦？我不想谈恋爱，更不想跟你结婚。这我做错什么了吗？你没有做错任何，是我的错。我不会放弃你的。大少夫人，这办的是什么？小少爷搬出去住了。搬出去了。青青，你才回来吗？刚才看见阿姨在搬景言的东西。这小子刚恋爱就搬出去住了，说明相处的好呀。我总觉得有点反常了。景言什么时候这么听我话呀？
或许他大哥不在了，成熟了。但愿如此吧。安定了，或许和他妈的关系还能缓和。爸妈他为什么不待见景言呀？要是不能说的话，也没有关系。他6岁那年他妈怀着孕，有一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不知道地上有好多的红豆，他妈一不小心踩摔跤了，流产了，满地都是血。10岁的民警把他妈拖出了房间，争取到了黄金的救援时间，这才保住了性命。但是她再也不能怀孕了，怀的那个孩子还是他妈最想要的女孩。豆子是景言撒的吧？景言说不是他，但是佣人和民警看见都说是他撒的，这也符合他调皮的性格。从此他们母子就有了隔阂。怪不得王君梅那么偏心苏明姐。或许豆子不是景言撒的吧？哈哈，你是除我之外第2个相信景言的人。你早点休息吧。白如以后会是你们的小苏总夫人了。小苏总夫人可真漂亮啊！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这么快就让他进公司了？青青，白如来公司担任谨言秘书的职务，以后你这个大嫂要多多关照她。好，白如，欢迎你。大嫂，这个是给你的。谢谢。我一会儿还有会，我就先去准备一下。对了，今早的会景言也要参加，我也要去准备了。程总，您怎么进茶水间倒水了呀？办公室没水了。景言，你怎么了？你是不是没吃早餐？我不是说不让你。景言，我给你找来吃的了，我喂你。你还爱我吗？你还爱我吗？白如，你照顾景言，我先去开会了。等景言吃完我们就去。景言，你怎么了？我说过我不喜欢你，你为什么还来苏氏？我买了电影票，这周末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白小姐，如果你听不懂普通话的话，可以再去学一下。我不会轻易放弃你的。小苏总还没来。小苏总身体不舒服，我们不等他了。小苏总，既然小苏总来了，我们继续吧。度假村项目的那块地到现在都没落实，是卡在哪个环节了？卡在上面最后一步了，磨了1年多了。这周末市里有个采风活动，领导们都会去，给苏氏发了邀请函。程总，您和苏总2个人谁去一下？大嫂，这周末我和景言约了去看电影。你们去约会吧，活动我去参加。谢谢大嫂。安排一下，这周末去市里参加采风活动。
可是像这种采风活动都是年纪比较大的男领导。小少爷，那种采风活动一般都很乱，你确定不跟着少夫人？苏老爷子的体检结果不太好，要退位了。他想推我当董事长，只要做好度假村项目，苏老爷子推我上位才有站得住的理由。一会儿你把这次参加采风活动的领导资料都给我一下。他要权力，要地位，要争要抢，让他去。张秘书，您好。王总、李总、张总，坐，请坐。这苏氏的苏董事长，看来是真的要退居幕后了呀，让这么年轻的儿媳妇儿出来应酬啊！苏总说要多给我们年轻人一些机会。程总，在外应酬，可没人看你年轻就对你特殊对待啊！王总，不说特殊对待，指点晚辈也是应该的。程总，这求人办事儿得喝酒啊！酒是该喝的，我先敬张秘书。王总，来。张总，臭小子，这么快就移情别恋了？来，程总，别看手机了，来喝酒啊！我喝酒，我自罚。哎，程总这喝了酒，比不喝酒更加迷人啊！啊，王总，咱们是正经酒局，动手动脚的就不太好了。是吗？哎，我看看有多正经。王总，你要是再这样，我就翻脸了。行啊，哎，你翻脸吧。苏氏都让你出来陪酒了，看来你在苏氏也就这样嘛。乖乖的把我们伺候好了，拿到了地，这回去也算是立功了。哎，程总，你这是要往哪去啊？啊？让我出去！这里是郊区，酒店也被我们包了。你今天呀，就是我们的玩物。反正你也是个寡妇，我们正好帮你排解寂寞。哎呀，You're such a sucker if you think I wanna love you, 'cause I just wanna go all night, and I need your love. 我还以为你多聪明，跟这些人也敢合作。你谁呀？谁让你进来的？苏锦。钱。小少爷，少夫人，把里面的人处理了。别，先别处理他们。我还没有拿到地呢。在你眼里，只有金钱和地位吗？嘘。
大嫂，再下一盘棋。小苏总，程总让我拍了那些人灌他酒和想要侵犯他的视频。咱们少夫人果然没那么蠢。意思是，我多余来了。秦言，电影好看吗？你都没有带我去看过电影，也没有给我买过爆米花。你这么好的胸肌，以后都要让别人摸了吗？程清雪，我说过，离我远点儿，要不然我不会再放过你。秦言，大嫂喝多了，晚了。Savage. Savage. 秦言，你有女朋友了？我没和他交往，我也没觉得你。Savage. 秦言，是时候结束我们这段地下不伦恋情了。秦言，我爱你。大嫂，白小姐，苏锦言一直拒绝你的原因，是因为程清雪一直在勾引他。大嫂，白小姐，要不要和我一起除掉程清雪？Oh, every time I see. 程清雪，今天苏氏所有的股东都在，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被赶出苏氏。谢谢大家，以上呢就是我的发言，谢谢大家。爸，欣欣，你太让爸爸骄傲了。接下来，我将正式退出苏氏股东大会，由我的儿媳妇陈清雪担任下一任的董事长，请大家投票。我同意。我通过。通过。我通过。我通过。程清许不配坐上董事长的位置。程清许和他的小叔子苏锦言长期保持着不正当关系。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我准备的照片啊！想不到这白如还有点能耐嘛，搞到这么多照片。没错，我和小苏总情投意合，并且育有一子。既然承认了，道德败坏，太会升官了。
程锦旭，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你们，程清许，苏谨言是你小叔子，嫂子跟小叔子不伦关系，你要不要脸啊？程雨柔，你勾引自己姐夫，发生不伦关系，生下私生子的时候，怎么不说要脸？你和明镜生下孩子在我面前炫耀的时候，怎么不说自己的孩子是野种？我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怎么你们是真心相爱，我就是道德败坏了？这个社会只允许男人有私生子，私生子有同等的继承权，怎么换成女人就要被逐出家门呢？更何况我是因为丈夫生病不能人道了，出于不让他断后，才找二房小叔借了个种而已。说的太对，太好了。清虚姐，对不起，之前是我骂你太大声了。你是我们女人的榜样，以后呀，你就是我偶像。我觉得程总说的对，是苏大少先对不起他在先，程总还想方设法为他续香火呢。就是，现在早已经不是旧社会，别太媚男。怎么会这样？伯母，你不管明镜了吗？小贝是明镜唯一的儿子，他们背叛了明镜。苏谨言，你害死了我已出生的亲妹妹，又和程清许生了野种冒充你大哥的孩子，你是想要独吞苏家的一切吗？我告诉你，不可能，除非我死了，否则你大哥的一切都是小贝的。你未出生的孩子是苏明镜害死的。他怎么知道的？你们两个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还敢在这里诋毁我的宁静！李月，带人上来。李嫂，夫人，这位是苏明镜的奶妈，那就让她好好说说苏明镜是怎么除掉你肚子里的老三，又怎么离间你和谨言的。我说。夫人那时也心思全在他肚里的女儿身上，大少爷担心多一个人给他争宠挣家财，就在地上撒了很多豆子。夫人流产后，他非常害怕，就让我帮他作证，说是小少爷撒的。我错了，老爷，夫人饶了我吧，饶了我吧！让谨言被他妈恨了这么多年。不可能，我的宁静不是这样的孩子啊！程清许，你收买一个老佣人做假证，就能污蔑明镜吗？我当然有证据。1颗2颗。妈，其实苏谨言早就拿到这个视频了。你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了，他害怕你对新任的大儿子失望，就一直没有揭穿你心中的信念，任由你误会。怎么会这样？说，还不承认是吧？小小年纪就知道勾心斗角，残害兄弟姐妹。说，红豆不是我撒的。你还不承认是吧？我打你！我打你！你说，你敢这么打？是
妈妈错怪你了，你为什么不跟妈妈说？没关系啊，我们家有一个继承人就够了，只要苏氏还是我们苏家的。景言，我的儿子，是妈妈对不起你，我妈妈错怪你了，是妈妈的错。伯母，你别听他一面之词啊！上次我就警告过你，不要再出现在和苏家相关的场合。你不长记性是吗？伯父，伯母，小贝是你们的孙子，我是小贝的妈妈呀！除了我，没有人比我对小贝更好的人了。小贝是苏明静的孩子，不管是苏家还是我，都不会亏待他的。但是你和苏明静干的那些有损苏家利益的事情，我也会跟你们算清楚的。李月，爸，这是苏明静挪用公款去程雨柔和他弟弟开的赌场赌博，输的窟窿都填不上，就卖掉了公司好几个项目。这个逆子，原来那几个项目是被他输掉了，太可恶了！伯父，伯母，你们别听他胡说，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你去警察那里说吧。程雨柔，你涉嫌违规开设赌场，做假赌，坑骗他人钱财，跟我们走一趟吧。不是，我没有。姐，我求求你，你救救我！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说过，我和我妈拥有的权利和地位，是你跟你妈一辈子都望尘莫及。带走。姐。少夫人，小宝饿了。你是干大事的，以后孩子我带。少夫人，给你奶奶打个招呼。哎，让奶奶抱。以后孩子就由我和你爸带啊，你和你大嫂，你和清许，以后一起好好的打理公司。